真正让美国后背发凉的不是歼36，而是中国突然开始打团战。最近一张编队图让全球军迷集体 CPU 干烧了。排头兵不是歼20，不是歼16，更不是轰20，而是一片巨大的银杏叶，正是我们熟悉的歼36。它后边跟着2架攻击11隐身无人机，再后边才是曾经威风八面的歼20。很多军迷没看懂，以为歼20要失宠。其实恰恰相反，六韬早有定论：凡用兵之要，必有五车骁骑，持正选锋，见可则击之。冷兵器时代，古人都懂得分兵种配合作战。轻骑斥候先行探路袭扰，重甲战车正面攻坚，弓弩手殿后收割残敌，分工清晰，各司其职，方能以少胜多。可西方现代化空军发展几十年，反而丢掉了这套分层作战的核心智慧，一味追求单架战机全能化，妄图一款战机包揽侦察、制空、反舰、对地全部任务，最终造成样样通、样样松的尴尬局面。就拿美伊战争举例美军 F-35既要前出侦察防空阵地，又要承担对地轰炸任务，机身载荷有限，隐身状态下，弹药携带量捉襟见肘，一旦打开弹仓投射，雷达反射面积瞬间暴涨，极易被伊朗光电防空系统伏击，多次出现先进隐身战机陷入被动的窘境。这就是单一机型作战的致命短板，任务过载，短板无限放大。一旦单一环节被针对，整个进攻链条直接断裂。以前的空战像武侠小说，一个乔峰打18个同人，谁武功高谁就赢。但未来的战争更像《三体》里边的降维打击，不是谁拳头硬，而是谁掌控整个体系。所以歼20不是退居2线，而是升级了，从主 C 位变成了收割位，前边有人开路，中间有人洗地，最后歼20完成补刀收割。这不叫降级这叫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。以前是一个人搬砖，现在是流水线施工，效率当然不在一个维度。我是不爱放大招，欢迎来到老友记。真正的大哥是这片银杏叶。第一次看到歼36，很多人都懵，这玩意儿怎么这么大？这是战斗机还是会飞的航空母舰？甚至还有网友调侃，9个压路机坏了一个，8个压路。因为歼36体型实在太离谱，超过了50吨，3发动机，5尾布局，巨大弹仓，怎么看都不像传统战机。很多人第一反应，这么大不影响隐身吗？其实这正暴露了大家最大的误区。谁告诉你6代机一定要玩近身格斗？孙子兵法，上兵伐谋，其次伐交，其次伐兵，其下攻城。真正厉害的人根本不下场打架。歼36的定位更像诸葛亮，坐镇后方，摇羽扇，运筹帷幄。他干的事儿是什么？控制无人机、电子压制、远程火力分配、信息融合、数据中枢、AI 指挥。它不是飞机它是一个飞行服务器，或者说会飞的空中作战微信群管理员。谁打谁，谁补刀，谁先上，谁断后，全部由它统一调度。所以为什么叫银杏叶？因为它不像鹰，更像一张撒出去的大网，一叶遮天，覆盖整个战场。重头戏来了，很多军迷还在犯一个错误，总喜欢问歼36跟 F-47谁厉害，歼50跟 FA XX 谁更猛。这就像什么2026年了，你还在问詹姆斯厉害还是库里厉害。但中国已经不跟你比球星了，中国开始比球队，这才是真正降维打击的地方。以前歼20又要制空，又要突防，又要侦察，又要打击，活脱脱一个996打工人。现在呢，攻击11负责开路，歼36负责指挥。于是歼20终于解放，专心当刺客。这就像打游戏，辅助开视野，坦克扛伤害，法师控场，射手输出，刺客收人头，整个团队效率暴涨。所以歼20补刀听起来像降级，实际上这是从单打独斗升级为团队篮球。乔丹最恐怖的时候从来不是一个人打5个人，而是整个公牛队都围着他来运转。接下来咱们结合先前兵书分层解读，搞懂为什么歼20只能当补刀手。这一套银杏叶死神4件套的击杀逻辑到底有多么无解？整套4级编队配置一架歼36银杏叶6代机等于编队长机核心，加2架攻击11隐身无人战机等于左右先锋斥候，加1架歼20 5代隐身战机等于殿后补刀掩护，完美对应古代军阵。
选分中间、后队3层布局。第一层，双攻击11无人僚机，无形先锋，奇袭开路，就是兵法中所提的骑兵。孙膑兵法记载，用阵3分，每阵有分，每分有后，皆视令而动，以一轻敌，以二收。双攻击11就是整支编队的轻敌先锋，也是不对称作战的第一道防线。很多人以为攻击11只能执行对地侦察，这是巨大的认知误区。新款攻击11内置弹仓可挂载空拦截导弹，具备空中格斗能力，专门前出数百公里先行突防。实战流程就是编队抵近第2岛链防空圈前，2架无人战机凭借极致隐身性能规避远程预警雷达，双重任务同步执行：电子静默侦察，捕捉敌方防空雷达，舰载雷达信号，标记所有防空阵地、战机起飞点位，实时回传数据给后方歼36，遇敌方拦截战机，进程防空导弹系统主动前出缠斗牵制，消耗敌方空对空弹药，暴露防空火力点位，相当于古代派出轻骑斥候袭扰，从而引诱敌军火力全部暴露，规避有人战机直面风险，完美践行《道德经》知其雄，守其雌，以无人柔兵消耗敌方刚猛防御力量。即便2架攻击11被敌方火力击毁，也只是耗材而已，不会造成飞行员伤亡。这就是不对称作战最核心的优势，用低成本无人装备兑换敌方高价值防空资源，打扰敌方防御节奏。第2层歼36银杏叶重型6代机，中间攻坚全域洗地，用兵法说就是正兵主力。待攻击11清除表层威胁，标记全部目标坐标以后50吨级歼36长机跟进场，这才是真正的毁伤核心。超大机身带来的恐怖载荷，内置重型远程空射反舰导弹、钻地对地巡航导弹，作战半径直达关岛全域，专门针对第2岛链航母编队、海岛固定军事基地、地下弹药库、雷达指挥中枢执行洗地式精准打击。如果说攻击11是刺破防御的尖刀，歼36就是重锤。无人机撕开防空缺口后，歼36跟进倾泻重型弹药，一次性瘫痪敌方指挥、舰艇、地面火力全部核心节点，实现一击破体，完美契合现代体系作战击敌关键节点、瘫痪整套防御的核心逻辑。3发动力搭配超大油箱，无需频繁空中加油即可覆盖关岛。区别于歼20依赖加油拓展远航程的短板，它的定位天生就是远洋跨岛链攻坚装备，无尾3角翼全隐身布局，兼顾高速突防与大载重，是专门为远洋不对称打击量身打造的空中监轰平台。第3层歼20 5代机殿后，专指补刀兜底儿，也是针对观众老爷们最大的反转痛点解答。为何空战王者歼20沦为了收尾补刀手？不是歼20性能落后，而是战术分工错位适配，各取其长，不浪费每一款战机的核心优势。歼20优势就是空战缠斗，高机动性制空拦截，但载重有限，远程重型反舰弹药携带能力不足，不适合第一波纵深突防洗地。短板是纯制空战机对地反舰打击能力远不及50吨级歼36，因此战术定位精准划分，攻坚毁伤交给歼36。歼20不主动冲第一波防线，全程尾随编队后方，承担2大兜底任务，拦截突破攻击11防线漏网的敌方隐身战机、巡航导弹，守住编队后方空域，防止敌方战机绕后偷袭核心歼36长机，清理歼36首轮打击后残存的零星目标、受伤逃逸战机，也就是咱们通俗说的补刀收割，确保没有漏网之鱼，完成战场全域清扫。整套流程环环相扣，无人机探路诱敌，重型6代机定点摧毁核心目标，5代机守住后路清扫残敌，1+1+1远大于3，完全打破单一战机单打独斗的老旧模式。反观美军现有作战体系 ，F-35既要侦察又要轰炸还要制空，任务堆砌导致处处受限。对比这套中式分层齐阵编队，高下一目了然。这就是美伊战争之后我们吸取不对称作战经验，落地成型的下一代空战标准答案。说到这儿关岛为什么睡不着？因为这套组合拳已经不是针对第1岛链，而是直接奔着第2岛链去的。以前美国最大的安全感来自关岛，认为这儿足够远，足够安全。史记有云安而忘危，存而忘亡。最大的危险往往来自安全感。歼36超远航程，攻击11前出侦察，歼20补刀，再加上空中加油、远程导弹、电子战，整个系统可能已经不是突破防御，
而是直接把防御体系拆掉，就像下围棋，别人还在争角地，中国直接开始围中央，这才是真正让人头皮发麻的地方。最恐怖的其实不是飞机，而是体系。为什么美国专家越来越焦虑？因为他们发现自己研究的是怎么制造一架更强的飞机，而中国研究的是怎么让战争不再依赖某一架飞机。这是两个时代，一个在研究汽车，一个在研究高速公路。道德经说，有之以为利，无之以为用。真正强大的不是看得见的飞机，而是看不见的体系，背后是芯片、发动机、材料、AI、卫星、通信、工业链、超级工厂、算法、人才、大学，整个国家的制造能力。飞机只是树叶，工业体系才是大树。说到底美国那些还在研究单机格斗的专家们，或许真该读读《孙子兵法》那句“胜兵先胜而后求战”。他们焦虑的从来不是歼36的隐身图层，而是那种我也想组队，但就是组不起来的工业与体系鸿沟。当咱们的无人机蜂群铺天盖地而来，当歼20在云端优雅地完成了最后一击，这场关于未来的答卷其实早已写就。如果这就是大国重器的补刀，那么这个时代的残酷或许才刚刚揭开序幕。我是不爱放大招，点赞关注，下期再见。